在讲如何调 sag 之前，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叫 sag， 以及它是如何计算的。这是一个除法公式，人上车后避震器被吃掉的行程除以避震器的总行程叫 sag， 就是缺的量嘛，缺的量占总量的占比就叫 sag。这个地方很重要。一般的国际惯例，吃掉的部分占总行程的25%是一个合适的区间，就是算中等吧，就是不软不硬。随着我的骑行需求或者车辆的变化，比如说有一些是街车，有一些是跑车，有一些是 ADV 车型，有些是越野，不同的车型有不同的 sag 需求，行驶的路面也不一样。那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骑行风格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重，都会影响 sag 的数值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的一起的搭配，来最终决定我的 sag 是25%，还是偏软往30%靠，还是偏硬往20%靠。注意我说的是靠，而不是变成20或30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数值的变化都受很多变量的影响，那这些变量最终在形成一个数值之前，是需要这个车主自己来恒定如何。所以当我们的调避震的师傅去跟车主去交流的时候，一定要充分了解这个车主骑车的需求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一个骑赛道的人，他体重比较大，他骑的又非常的激进，又是个高手，那么我的预载的 sag 如果定到25%，有点偏软，那这个时候我需要再多来一些预载，那么这个 sag 的数值就会往20%靠。但是我目前没有碰到完全调成20%的，因为那个可能会有点硬，就是过硬了。这个前提一定是弹簧什么的合适啊，咱们暂时不引入弹簧不合适的或者油不合适的这个变量，我们尽量少一些 X 因素，让大家理解的更清晰一些。所以从传统的25%的 sag 往20%的 sag 靠，可以调到比如说23%、22%，我觉得就应该差不多了。那这个时候如果我调整一个变量，比如说现在还是赛车还是赛道，我的体重偏大，但是我是一个新手，我可能刹车比较早，然后我的手法又不是说很熟练，等等等等，那跟那个第一个案例一定是不一样的。